来，请听听这个足球故事。如今，球迷提到厄德高，都会称赞他是阿森纳闪耀的明星，是挪威国家队的双执行之一，与哈兰德一起让挪威足球重拾昔日的光辉。但球迷似乎忘记了他作为足球神童和皇马签约的经历。媒体的炒作让皇马球迷对他有很大的期待，然而媒体似乎将期望值炒得过高。当他未能达到皇马期待时，便如同废弃物一般被扫地出门，几乎无人再对他抱有希望。今天这期视频就来聊聊他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位职业球员，在挪威顶级联赛踢过球，退役后去了一家挪威俱乐部当助理教练。厄德高从小开始练习足球，训练他的并不是别人，正是他的父亲。或许你听说过孙兴敏的故事，他的父亲在他小时候对他非常的严格，训练也十分辛苦。但厄德高和孙兴敏的经历完全相反，他的父亲不会每天让他加练，而是注重教导他作为一名球员的职业道德，以及让他明白为何需要努力训练。这让厄德高在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会进行额外的训练。他说：“我想比其他人训练的更多，因为我知道这会让我变得更好。”厄德高的父亲在职业球员时期是指中场，确切的说是全能型中场。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父亲，厄德高从小便展现出中场球员的天赋。细腻的盘带、聪明的跑位以及球场上的领导能力，这些让他在11岁时便加入了当地的俱乐部，与比他年长几岁的孩子一起训练和比赛。12岁时，他随队参加了全国 U15 的锦标赛，这里汇聚了挪威各家俱乐部最出色的15岁以下球员。但年仅12岁的厄德高却令人印象深刻。一位教练评价道：“全国最优秀的15岁少年都聚集在这里，进行顶级俱乐部之间的较量，但绝不是他第一次令对手或观众感到惊讶。他比其他人小3-4岁，我们无法忽视自己正在目睹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13岁就和斯特罗姆俱乐部一线队训练，并在季前赛出场，成为俱乐部最年轻的出场球员。在这场比赛，他送出精彩的传球，帮助球队获得1个点球。比赛以5-2结束，他所在球队获得了胜利。如果不是挪超联赛对年龄的限制在15岁，俱乐部主教练一定会让他出场比赛。14岁时，他引起了拜仁的关注，拜仁派私人飞机接送他，但这一切都是在秘密进行的，目的是不让其他俱乐部注意到。他随拜仁一线队秘密训练了5天，但最终拜仁并没有与他签约。之后，他便飞回了挪威，拜仁因此错过了签下他的最佳机会。至于原因，我们稍后再谈。2014年，厄德高达到了可以参加挪超联赛的年龄，但俱乐部并未与他签署职业合同，而是为他提供了一份业余合同。这份合同允许他最多为俱乐部出场3场职业比赛。由于人在高中就读，他白天无法随队训练，只能在晚上去父亲所在的半业余球队训练，每周2次。这是他父亲与俱乐部共同找到了一种方式，既能帮助厄德高继续踢球，又能兼顾他的学业。签约业余合同仅3个月后，他迎来自己在挪超的首秀，成为挪超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并在比赛中贡献了1次助攻。他的3次出场机会很快就用尽，俱乐部通过3场比赛认定应该为他提供一份职业合同。仅4个月后，他便签下了职业合同。在此之前，只有拜仁看出了他的潜力，而此时他的天赋已经引起整个欧洲足坛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还有媒体的疯狂炒作。15岁获得职业合同，15岁的挪威神童等字眼席卷各大新闻版面。当时拜仁主教练瓜迪奥拉希望立即签下厄德高，他甚至请挪威前国脚托夫特帮忙说服厄德高加盟，计划是将其培养成足坛巨星。然而托夫特却对瓜帅说：“这里有个问题，因为你很快就要离开拜仁慕尼黑了，你又如何培养他呢？”此时正值15到16赛季，也是瓜迪奥拉执教拜仁的最后一个赛季。这句话让瓜迪奥拉陷入了沉思，似乎他从未想过这个问题。于是签下厄德高的计划就此告吹。阿森纳本来有机会在厄德高15岁时就将他签下。当时温格邀请厄德高参观阿森纳，还与他家人共进晚餐。从心理上来说，他是倾向于加盟阿森纳的。他在足球游戏 FIFA 经理模式中总是选择阿森纳作为主队，并将自己签入球队。不过皇马也向他发出了邀请。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他和家人最终做出了一个将决定他职业生涯的重要选择。他最终选择了皇马。
因为皇马是欧冠冠军，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球员。此外，皇马还拥有一支参加西乙联赛的 B 队，能够为他提供比赛机会，帮助他顺利过渡。皇马派了私人飞机很早就飞到挪威，当时他还没有完全睡醒就被拉上了飞机。他心里想，到了马德里的酒店后要洗个澡，整理一下头发。但有趣的是，抵达后俱乐部的工作人员直接将他送到了体检中心，紧接着就是新闻发布会。当时他头发凌乱，穿着一件旧条纹的毛衣，就这样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厄德高后来回忆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天，我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我本该是皇马力压群雄天下的球员，但当时的我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他们从参观球场时随便拉出来的小学生，非常的好笑。作为一个害羞的男孩，他在众多记者面前小声说道，我很高兴来到这里，我很自豪。这场略显尴尬的加盟仪式就此结束，他即将踏上自己充满挑战的皇马之旅。他以皇马 B 队球员出场比赛，训练和一队一起训练。C 罗、莫德里奇对他照顾有加，也给他一些建议，帮助他适应皇马的生活。很快，他就在皇马和北京国安的友谊赛中首次为球队出场比赛，来验证他的能力。在西甲14-15赛季联赛最后一轮对战赫塔菲的比赛第58分钟，他替换了 C 罗首次出场西甲的比赛，也是西甲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出场球员。俱乐部给他制定的计划看似是一个明智的方案，但厄德高却在皇马迷失了自己，找不到自己在俱乐部的位置。训练虽然可以和一队一起，但和二队一起比赛时因缺乏默契，他常常发挥不出自己理想的状态。为皇马 B 队出场的51场比赛里，他打进了4球，但是0助攻。身为中场球员却没有送出助攻，导致他开始害怕犯错，在比赛时没有发挥出神童该有的水平。媒体开始抨击他，理由是他没有达到他们炒作的高度。当时有个媒体标题写道，现在是厄德高生死存亡的时刻，17岁就谈生死存亡。厄德高看到这个标题时心里想，成功与失败是不是太早下定论了？我才17岁啊。在皇马1队和2队，他已经无法获得出场机会。经过与家人和经纪人的商量后，他决定选择租借到其他球队继续锻炼自己。于是在17-18赛季，他选择加盟荷甲球队海伦芬，并在那里成为球队的常规首发球员。接着18-19赛季继续租借到荷甲另一支球队维特斯，他在这家俱乐部找回了状态。整个赛季他打进了9球，并贡献了12次助攻。在19-20赛季，他继续外租，这次回到了西甲，皇家社会选择租借他，他延续了在荷甲时的良好状态。1个月内连续进球，并评为9月份的西甲月度最佳球员。在国王杯8强赛中，皇家社会对阵皇马，他首发出场，面对母队他没有丝毫胆怯。在上半场第22分钟，他打进1球，帮助球队1-0领先皇马，并最终赢得了比赛，也帮助皇家社会一路闯进决赛，并夺得国王杯的冠军。看他状态如此出色，皇马打电话邀请他回归，他心里想，这次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在皇马 B 队时，他与齐达内关系很好，而现在齐达内已经是皇马1队的主教练，他希望能够成为1队的正式球员。然而，疫情爆发后，他感染了新冠。尽管在20-21赛季的西甲联赛第2轮和第3轮，他获得了首发机会，但由于尚未完全康复，他表现非常的不理想。结果他再也没有机会出场比赛，这个情况一直持续到那个赛季的冬季转会窗口。他经纪人和他说，你回来不是坐冷板凳的，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他15岁就来到皇马，受到了极大的关注。原本的皇马和球迷都希望看到他成长为球队的核心，帮助球队赢得更多的冠军。然而在这样一支人才济济的俱乐部中，他差点迷失了自己。虽然租借出去后他状态有所恢复，但一回到皇马依然无法获得出场的机会。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多的比赛时间，他知道是时候离开这里了。他感谢皇马在15岁时选择签下他，感谢俱乐部为他所做的一切，但他渴望一个能重视他的俱乐部和更多的上场机会。20-21赛季，阿森纳在英超表现非常的糟糕。冬季转会窗口时，球队的排名仅为联赛第15位。后温格时代的阿森纳在英超表现非常的挣扎。阿尔特塔上任后，着手重建球队。他联系了厄德高，询问他是否愿意以租借并带有买断条款的形式加盟阿森纳，并表示赛季结束后，他希望厄德高正式加盟这支年轻的球队，并帮助球队取得更好的成绩。厄德高被阿尔特塔的话打动，决定离开皇马加盟阿森纳。在阿森纳第1个赛季，他帮助球队获得联赛第8，并且他非常喜欢在这里踢球，踢得也非常的开心，枪迷也非常的爱他。
到了21到22赛季，厄德高正式加盟阿森纳，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新篇章。接下来的事情大家都非常清楚了，阿森纳在英超竞争力重新恢复到 Big 6的水平，连续2年获得联赛第2，而厄德高在25岁时就成为了阿森纳的队长，枪迷也非常喜爱这位年轻的队长。他经历了无数次的困境与质疑，但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在阿森纳，他不仅找回了自信，还承担起了责任，成为了球队的领袖。而这一切都源于他对足球的热爱、对自己的执着，以及他那不懈的努力。以上就是厄德高的故事。如果这个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请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